我微醺时，男友和他的4个兄弟将我围起来，好戏开场。江依依兴奋极了，目光一扫而过，先杀谁呢？跨年夜，我和男友以及他的4个兄弟围着别墅唯一的壁炉吃烧烤，他们时不时找理由敬我不扫兴全喝了。很快我便微醺了，余光瞥见旁边的男人松开领带，走到我身边，低声问：差不多了，没问题吧？一根蓝色格纹领带突然系在我手上，猛地拉紧，咯噔一声，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，一副手铐落在我脚边，领口被男友修长的手指灵活挑开。他语气冰冷：没问题，我已经替你递交了辞呈，你就是个孤儿，没人会找你。话音刚落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另外2个一直没动的男人一起起身，一人抓住我一只脚踝，褪去了文质彬彬的表皮，另一人搜出我的手机丢进火堆，还拿出一个信号干扰器放在桌上。他拂去西装上不存在的灰尘，不耐烦地说：做事小心点，每次都要我替你们收拾尾巴，太烦了。我歪头天真地问：你们干嘛呀？4个男人同时意味不明地笑起来，我装出惊恐的模样，低头抱住自己，啧，今晚有的玩了。他们没注意到我的异样，男友于明清将我抱起，放在早已准备好的茶几上。我朝左侧看去，双手居然被铐住了。我不停蹬腿，你们想干嘛？当然是尝一口美味的菜了。说话的是解开领带的赵宇轩，他平常待我冷漠，此刻眼底全是狂野。他捻着玫瑰花的花蕊，挤出一点汁水落在我脸上。游戏开始，按照咱们约定的顺序来。呵，在连环杀手面前玩游戏，是想排队投胎吗？他们仿佛起了争执，你一言我一语。我慢慢摸清了他们的规则，所谓的第一是轮换的。上次他们骗来的女孩，就是男友第一个动手，可这次男友觉得自己功劳最大，还想做第一，不如玩点更刺激的。蓝云天突然出声，他留着几缕刘海，平常看着像个弟弟玩的，却最滑头。我眨眨眼，刺激的马上就来了。先杀他吧，小鲜肉最先吃。砰，重物砸落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他们对视一眼，伍佰决定先去看看，8成是佣人做事，不小心早知道就不留他在这了。兄弟们，你们快来！去厨房查看情况的伍佰突然大喊，剩余3人面面相觑，抬脚往厨房走。许是不放心，我赵宇轩也把我抱了过去。一推开门，漫天的紫罗兰从空中飘下，厨房地上躺着一具被紫罗兰淹没的女尸，正是许久未见的女佣。看来别墅里还藏着另一个杀手，真有趣。我立即观察4人的表情，他们都很惊讶，看不出丝毫破绽。欢迎各位来到只属于我们的跨年之夜，也是死神之夜。你们面前的人就是我的杰作，美不美？一个沙哑的声音在我们头顶响起，声音有些奇怪，一听就知道用了变音器。我目光落在死去的佣人脸上，他露着微笑，除了头，全身都埋在紫罗兰花瓣中，确实很美，是播音室传来的。赵宇轩笃定道，他把我放在地上，带领男人们前往播音室。我笑了笑，现在去能抓到人才怪。那个声音依旧继续，我是个喜欢玩游戏的人，我们现在就来玩一个游戏吧。我杀的人是一件艺术品，请问是哪件艺术品？第2个问题，我的杀人手法是什么？只要你们回答出一个问题，我就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逃出去，答不出只能1个小时，死1个人喽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，人家都下手了，我不能落后啊。我勾勾唇，踉踉跄跄地跟上去。路过大厅，看见时针指向8点05分。如我所料，播音室里早就没人了，只有1个录音机。男人们气急败坏，到底谁干的？先把旁边住的保镖叫过来。赵宇轩犹豫要不要报警。报警？你们忘了我们是来干嘛的吗？伍佰复杂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况且怕是来不及，我们为了困住你，把唯一的路弄坏了。这栋别墅建在悬崖上，我们刚到不久，就听到山体滑坡的声音，路已经断了。原来是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出一条死路，我差点忍不住给他们鼓掌。蓝云天想去摸手机，却因脱了外套什么都没摸到。他怒气冲冲地用对讲机喊了旁边小屋的3个保镖。等保镖来的间隙，他们开始讨论凶手。他们来别墅前1个星期就已经让佣人和保镖检查过别墅，那时候没发现其他人，但有几处窗户被诡异打开了，不排除有外人进来。除此之外，别墅里除了我们5人，就只剩女佣、厨师还有旁边木屋住的3个保镖。厨师和保镖都被他们支开了，而且别墅的大门是指纹锁，能够进出的只有他们4个和保镖中的1个。楼下传来动静，4人对视一眼，下楼了。我亦步亦趋地跟着，期间不经意抬头观察，没发现摄像头，那更方便了。3个保镖进来查看现场后，提议报警。于明清有些暴躁，必须报警吗？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，最好报警。4人的烦躁溢于言表，他们去摸自己的手机，却什么都没摸到。
而保镖们和厨师的手机早已被他们收走，再去看电话线早已被人剪坏。分头行动，把别墅搜一遍，不到10分钟，别墅被搜了一遍，毫无发现，时针指向9点，没人。那我们的手机呢？蓝云天咬牙切齿。保镖随意一瞥，猛然看到壁炉用钳子翻动几下，赫然出现9部手机。4人脸色苍白，难道是我们自己人？赵宇轩扫视一圈，猛然奔向厨房，所有人都跟了上去，不约而同地看到惊悚的一幕：被紫罗兰埋着的人变成了于明清。良久无人言语，我余光掠过每个人，他们脸上满是仓皇、恐惧、震惊与一丝虚假的伤感。看来另一个凶手还真是个老手，那可太有意思了。等人陆陆续续有了反应，我腿软瘫倒在地，哭喊着明清。赵宇轩额头青筋暴起，看来真是自己人了，好得很。他目光如炬，在每个人脸上扫过，企图找出凶手，可注定是徒劳无功。我知道谁是凶手。女保镖突然出声，我不动声色地睨了她一眼。她是3个保镖中唯一的女生，五官清丽，眉宇间透着阴郁，还夹杂着凶狠，一看就不是简单人物。而其他2个保镖，一个平平无奇，一个其貌不扬，后者脸上还有一道大大的伤疤，细看骇人，但她皮肤特别黑，刘海凌乱地搭着，看不清脸，存在感不强，连带疤痕都不明显。谁是凶手？赵宇轩追问。女保镖纤细的手指指向我，是他。我无措地抓着衣角，我怎么会？你别装了，我刚才都看到你眼里一闪而过的恨意了。我们之中，你和于少纠葛最深，他不是凶手。伍佰打断他，刚刚检查别墅的时候，他自始至终和我在一起。女保镖没料到他会袒护我，舔了舔唇，依旧坚持。吴少，现在不是护着他的时候。另一个男保镖举手，弱弱道：他们俩当时就在2楼的楼梯间，路过的人应该都看到了。好几个人点点头，赞同了他的说法。女保镖惊疑不定，他们在那干嘛？干嘛？当然是接吻了。伍佰有恃无恐，趁着没人注意，我把他拦在2楼的楼梯间，捏着他的下巴，肆无忌惮地做着我想做的事。我就是他最好的不在场证明。女保镖泄了气，你分明是于少的女朋友啊，怎么会？我露出讽刺又气楚的笑。他以为我脚踏几条船吗？可真单纯。某个人似乎看够了戏，古怪的声音再次响起：你们还不回答我的问题吗？不回答，我就挑人杀了。周边气压陡降，灯光明明灭灭，最终归于黑暗。啊！尖叫四起。再次亮灯时，于明清的头已经不见了，那里只剩下一片紫罗兰。赵宇轩冲过去扒开紫罗兰一看，里面赫然是一具断头男尸。快点，最后给你们5分钟。赵宇轩强行镇定，躲着那具尸体，急促地说：让我们想想问题的答案。他在商场上手段狠厉，在这里却派不上用场。蓝云天向来吊儿郎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吴白蹙眉想了半天道：那幅画是玫瑰，全名是埃拉加巴鲁斯的玫瑰。蓝云天不信，不都是紫罗兰吗？怎么跟玫瑰扯上关系了？我抿着发白的唇解释，这是画家的改动，原本源于真实事件。据说埃拉加巴鲁斯是个残暴的皇帝，在一次宴会上，他向底下的客人身上撒下紫罗兰花瓣，使得不少宾客窒息，于是就有了这幅画。传闻记载中，当时撒下的是紫罗兰花瓣。好变态啊！蓝云天咒骂，我在心底翻白眼。50步笑100步，你们也不遑多让。答对，那个声音听起来挺高兴的。在场的人都松了口气，可不过半分钟，他语调急转直下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，你们猜猜我为什么会杀了于明清？只给你们10分钟时间哦，猜不中砰！他的笑意和恶意洒在每个人心底，刚压下去的恐慌纷纷泄露。动机能有什么动机？他是不是在耍我们玩？赵宇轩声音冷凝，还不够明显吗？他就是在耍我们玩。保镖头头倒是冷静，开始分析。一般动机分为情杀、仇杀、为财、随机杀人。凶手大概率不是为了于明清的财色，也不太可能是随机杀人。呵，蓝云天冷笑，听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话，不还是找不出来吗？不，很可能是仇杀。保镖反驳，仇杀？他跟谁有仇？蓝云天不屑，跟他有仇的也没能力杀他。众人沉默，偌大的别墅只听见时钟一圈一圈走动的声音，像丧钟一样敲在人心上。咦呜呼，你们还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我颤着声音回答，没有，还猜半天猜不出来，都是一帮蠢材。行，我来告诉你们答案，我杀于明清是为了替天行道。3人脸色大变，唯有女保镖不服，她做错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嫉妒她？赵宇轩做了个手势，几个人默默离开，前往播音室。他捣机灵，可惜抓不到人，多半又是录音。他做的脏事多了去了，肇事逃逸，让家里的司机替他顶罪，打架斗殴，赔钱了事。交了女朋友不到半月就腻了，分手也罢，他非学人家共享，这别墅里埋葬了不少女孩吧。事情败露，其余人脸色平静，唯有女保镖像是被打击到一般，喃喃自语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那么好一个人，一定是你往他身上泼脏水。那个声音不再回答，女保镖目光飘忽，再次落在我身上。是你，一定是你！我皱眉，一时间没听懂。我也是坏人，怎么弄不懂他的脑回路呢？一定是你勾三搭四，让他毫无颜面，他才会做出这种事。赵宇轩无语，住嘴！依依和明清才认识不到1年，出去的几个人回来摇摇头，剩下的人面露失望。
灯再次黑了，这一次没人尖叫，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。风呼啸而过，一声闷哼响起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灯再次亮了，蓝云天倒在地上，后背插了一把菜刀，看样子插得不深，也没在致命部位，快止血。手忙脚乱一阵，终于给他上好药，还没来得及喘息，那声音再次响起：“哦豁，游戏又开始了！今天我想当一个法官，逐一审判你们，你们轮流说说自己做过的最坏的坏事，不准隐瞒，谁隐瞒，砰，开始吧！”大部分人敢怒不敢言，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，他们不敢相互依偎，更不敢离得太远，生怕会成为下一个目标。赵宇轩不愧是资本家，脸皮够厚。最坏的是，应该是明知道装修房子的材料有问题，却为了不造成损失，把房子租了出去。其他人不以为然，好像商人逐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赵宇轩补充，公司收到消息，入住的不少人得了急性白血病，有年轻人有小孩。打官司的时候，我们销毁了证据，成功逃脱了责任。这次众人的表情开始分化，以赵宇轩为代表的3人一脸无所谓，保镖和厨师却有些愤怒。接下来轮到蓝云天，他想了想，避重就轻，甩了好多女生，有几个为了我而自杀。明明是一件沉重的事，在他口中却隐含了一丝炫耀。呵，下一个杀他吧，挺可恨的。500有些羞恼，我没做什么，就是让我同学给我找几个漂亮女生而已。我挑眉看他，毫不掩饰眼底的恨意，只是而已，就像我今晚这样吗？他不敢看我，口中嚷嚷着，轮到你们了。无奈只能轮下去。有钱人的保镖和厨师也不怎么干净，或多或少都做过缺德事，但在他们口中都是被迫的，真可笑。轮到我随口编了一个，抢了室友的男朋友，害得他重度抑郁。女保镖立马瞪了我一眼，咋那么针对我？行，这个名单很快就轮到他。咯噔一声，10点整的钟声响起。我可爱的玩家们，我隆重宣布，下一轮游戏开始。这一轮我要提高难度了，你们来猜一下我是怎么杀掉于明清的。给你们半小时的时间哦。我在脑中漫不经心推演，于明清死前，所有人都在各处搜索，既防外人进来，也防止我逃跑。别墅的窗户早已关上，而别墅的门设计特殊，打开时不仅有智能解锁的声音，顶上的风铃也会随着人的进入而响动。期间没人听到动静，既不大可能是外人进来作案，也不可能是有人作案后跳出去再进来。而那么多人，只有在大厅的时候是在一起的，到了各个楼层便分散四处寻找，但都有作案的可能。保镖头头和我的想法一致，他分析道：当时我在楼下注意每个人的动向，于少和你保镖赵少、吴少都有过短暂的接触，分别是1分钟、1分15秒、2分钟。刚刚我们看到于少的头是被切下来的，切口不算整齐，短时间内根本完成不了。我瞥了一眼若隐若现的尸体，唇角快速弯了弯，我知道答案了，这场表演可真妙。另一个男保镖挠头，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啊？哪里不对？你们不觉得凶手前后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吗？虽然是同一个声音，但前面玩的是杀人游戏，中间那个好像是在审判我们，后面就让我们解谜。哦嚯，发现了聪明，审判的当然是我，只可惜人不是我杀的，对方太快了，我输了半分，得抓紧了。不都是在耍我们玩吗？蓝云天没听出什么不同，女保镖的注意力终于从我身上挪开，指向蓝云天。我倒是觉得蓝少嫌疑最大。蓝云天跳脚，怎么又成我了？你别像一条狗一样到处乱咬。赵宇轩眼里也是满满的不赞同，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懊恼。他应该想不到，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他，在这里却毫无用处。你们没看过侦探小说吗？里面有一条铁律，受过伤却没死的人，一般就是凶手。啪的一声，灯再次灭了。由于恐慌，人群不自觉聚集到一起，这可方便了。我动手，我趁黑暗一刀捅死那个话多又聪明的男保镖，再留着他就坏事了。黑暗中，一道冷光朝我冲来，迫不及待想杀我。不知道最好的药留在最后吗？我伸手推了一把身边的人，让他替我受过，再根据方才的位置移过去，杀了蓝云天，最后给了自己一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丢掉匕首的那一瞬间，一道火光亮了起来，是保镖头子。他准备了打火机，但还是慢了一步。蓝云天和男保镖死了，而被误伤的是赵宇轩，双杀成功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人始料未及，他们后知后觉地去看时钟，早已指向11点。赵宇轩若有所思，目光在剩下5人身上打转，他好像察觉了什么。察觉就察觉吧，不过是个战五渣，我不在乎。至于另一个凶手再不在乎，就拭目以待了。还没人解密吗？不解密，我就只能继续了。我挺身而出，等等，我试试。行，你说于明清应该早就死了，在上2楼之前。赵宇轩怀疑，怎么可能？他一直跟在我们身后，人多的时候少1-2个人，其实很难察觉。你们下楼之后，没人发现他失踪了，不是吗？很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遇害了，只是那时我们的注意力全在寻找凶手上，没有注意到自己人的动向。赵宇轩目光冷凝，威压落在我和吴白头上，我不在意，却得装作一副怕得要死的模样。这个凶手杀的都是他熟悉的人，怎么就那么疏忽，把最聪明的赵宇轩留在最后？万一他反应过来，麻烦就大了。
我继续颤着音分析，凶手杀完人后还要把人拖进厨房，多半是离得很近，要不然不可能完成。按照时间上来说，我500保镖都有可能。保镖守在楼下，趁我们不注意跑进厨房的可能性很大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的不在场证明在一定程度上也依托于他的证词，万一他说谎呢？保镖面色未变，肯定了我的说法。的确有这种可能，江小姐很聪明。如果是你和吴少之间想要杀人，也可以借着我不敢看你们亲密的空隙悄悄下来，不是吗？厨师赵宇轩，你们觉得呢？女保镖迅速远离我们，厨房内泾渭分明，推理得很好，大差不离，你们暂时安全了。紧绷的弦稍微松弛，大家坐姿各异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赵宇轩瞥了我们一眼，自顾自上药，我也默默拿了一些伤药往伤口上倒，并装出一副很疼的样子。又过了半小时，没有任何声音响起。赵宇轩主动主持大局，刚才我们一直在一起，事实证明在一起不能让我们躲过追杀，不如各自分开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话音未落，吴白吓得脸色苍白。不，我不要落单，落单不是死得更快吗？我就是废物。赵宇轩冷笑，那你就不怕和你在一起的人是凶手吗？吴白噎住，不敢反驳。趁着夜色，我们各自挑了一间房间，关窗反锁房门。但我知道今晚必定会有人遇害，选谁呢？最好选到那个杀手的目标，抢先一步把人杀掉。看着他抓狂的样子，一定更有趣。他会杀谁呢？一夜平静。第二天中午，剩下的人陆陆续续出现在客厅。赵宇轩蹙眉，厨师怎么还没来？他不会。他率先起身去厨师房查看，房门依旧打不开，里面被反锁了。保镖撞开门，里面果然是死去多时的厨师，他被人吊在半空中，脸上涂满颜料，像一件诡异的艺术品，墙上满是红色字迹，一笔一划写着厨师做错的事情。原来他并非不知道别墅的用处，不仅不伸出援手，甚至帮他们在食物中掺进药物，控制那些女孩，其中好几个女孩死后都是他亲手埋葬。女保镖仿佛明白了什么，愈加沉默。我心里鄙夷，助纣为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只是他还有点良心，不像厨师这般冷血。昨晚我摸过来的时候，还是晚了一步，厨师已经被五花大绑，肥肉上有一个又一个的小血洞，他呜呜发出声音，急切地想让我救他。我不为所动，抽出他胸前的纸条，帮我砍几刀，你就获得审判的机会。笔迹陌生，语气却不陌生。呵，杀人就杀人，搞那么多花样干嘛？想欣赏将死之人的恐惧吗？他大概率知道我是谁了，拿命来玩更好，就看谁活到最后。匕首落在厨师的脖子上，我低声警告，别叫，否则你活不了。厨师不敢喊，只求我放过他。那些女孩求你的时候，你放过他们了吗？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厨师的声音带上哭腔，如果不是他们贪图富贵，又怎么会被骗来这里？除了埋葬他们，你还做过什么？没有了啊！我狠狠扎向他大腿，他发出杀猪般的叫声，可惜别墅的隔音不是一般的好，声音半点都传不出去。厨师被折磨怕了，坦诚道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女孩屏息装死，我埋葬她的时候发现了，我怕她报警，就硬生生将她活埋，还搬了几块大石头压在上面。女孩挣扎了一会，终于不动了。那么多人消失，没人找厨师，她也不以为意。每年失踪的人那么多，找不回来很正常，他们大部分无亲无故，没什么人会找，一点悔意也无。我懒得和他废话，一刀毙命，有点无聊了。下次想拿凶手的人头。赵宇轩握拳，到底是谁？女保镖矛头再次指向我，我还是觉得江小姐的嫌疑最大，凶手更像是来复仇的。吴白挪动脚步，远离我，靠谱吗？上次你怀疑云天就死了，和你们有仇的，除了他还能是谁？保镖提示，也可能是你。女保镖惊慌失措，怎么可能是我？赵宇轩深深看了他几眼，瞳孔染上杀意。依依就算和我们有仇，也是今晚的事，而你就不一定了。况且你的武力值比我们都高吧？昨晚有人冲向我的时候，是一个女人推了我一把，打火机亮起来后，依依受了伤，可能是替我受过。女保镖退后，不是我，他可能是欲擒故纵。别跟我扯什么侦探片，现实和侦探片完全不一样。赵宇轩目光炯炯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，杀了他，余下的人一怔，我更兴奋了，都是狠人啊，看他们自相残杀也不错。吴白短暂失神后也同意了，对，不能放过嫌疑最大的。女保镖夺门而出，保镖紧追几步，不到1分钟却被叫了回来。他在赵宇轩的示意下锁了门。吴白丧气地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命吧。和吴白他们几个不同，赵宇轩有工作，周一他再不去上班，秘书就会找他。他来之前已经说过会来这栋别墅，明天就是周一了，最迟9点就会有人发现他不见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撑过明天9点。赵宇轩也没辙，只说白天应该没事。我在心底吐槽，怪不得赵家的企业一落千丈，所托非人啊，太不敏锐了。我无所事事地躺在沙发上睡觉，他们仨没一个敢睡，又实在很困，商量着轮班。好几次赵宇轩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里面隐含杀意，他不一定猜到我是凶手，但一定想少一个威胁。轮到他值手时，他终究按捺不住，解开领带绕到我身后。窒息感来临的那一刻，突然有人捅了赵宇轩一刀。
赵宇轩手一松，摇摇晃晃退开。他低头盯着不断涌出的鲜血，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又被补了几刀。吴白，竟然是你，嘿嘿嘿，没想到吧？吴白笑眯眯的。为什么？赵宇轩捂住伤口，望向我。你不会是因为女人吧？吴白笑得更得意。当然不是啦，赵哥，你家公司做的业务，我家看上了。你放心，我和我哥会帮你好好照顾家里人的。赵宇轩不蠢，立马反应过来。这是你们的计策，利用他表面上看他被我们关起来，恨意滔天，想尽办法杀了我们，制造出报仇的假象。呵呵呵呵，吴白，你不得好死！吴白可不在乎，默默补刀。要怪就怪你自己蠢，怎么可能会有永远的朋友？赵宇轩含恨而终，他最后看向我，他应该发现了什么吧？吴白得意忘形，哥哥的计策就是好，这一回我们可以一次吞并好几家。他捏住我下巴，就是可怜了我的美人了，杀了他和保镖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我推开他，盈盈一笑，你可真蠢，还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呢。吴白隐隐不安，你什么意思？哼哼，你的保镖提醒过你，杀手风格前后不统一。吴白连连后退，你是另一个杀手。话未说完，他的脖子被人勒住。保镖，你叛变了。吴白满眼不甘心。我笑了，你要不要回头看看，那还是不是保镖？他脖子上的束缚松了松，得以回头看清那张脸后，他魂魄几乎升天。你没死？于明清发出愉悦的笑声。没死啊，笨蛋，你们都没发现我尸体不见了吗？他双手用力，像聊天一样跟我说话。你早发现了吧？自然，在于明清的头颅不见的时候，我便猜到了。我淡淡道。他们撇开紫罗兰，看到底下的尸体穿着西装，就下意识以为那是于明清。我多看了几眼，觉得身高不太对，底下多半还是女佣的尸体。你可能就是那个凶手，假死消失，再出其不意的杀人，还联合保镖让他替你撒谎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吴白挣扎的厉害，似是想做个明白鬼。那个保镖呢？于明清看了我一眼，等我解释。我慢吞吞地说。早就被他收买了，而且刚刚女保镖走的时候，保镖不是往外追了几步吗？就在那1分钟内，他把真正的保镖都杀了2个蠢货。赵宇轩因为感受到黑暗中推他的人是女生，灯亮时，我和女保镖恰好都离他最近，他就怀疑我和女保镖灯下黑，没怎么注意脸黑漆漆又留着长刘海的保镖。吴白则想杀赵宇轩，因为保镖是自己人，根本不会被替换。看到同样黑漆漆的脸和打扮，都没细看，可惜他们都错了。喂，为什么杀我？这个问题我解释不了，只能看向于明清。后者悠悠道，你和你哥讨论的那个包厢有我悄悄藏的窃听器，我都听到你要把我干掉了，我怎么会无动于衷？我和我哥商量之后，决定将计就计反杀你们，就按照你们给的剧本走，而且还能把你哥当做把柄拿捏，你哥何乐而不为呢？吴白渐渐没了呼吸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瞳孔里写满不甘。于明清抛开他，颇有兴致地摸摸我的脸，还是你有趣，猜的一模一样。那你还假模假样的在那里推理，太早揭穿，不就不好玩了吗？调皮。于明清闭眼感受了一下，确实挺好玩的。我们在别墅搜了一圈，没一会就在厨房找到女保镖的尸体，她唇色发紫，应该是死于中毒。你干的？于明清秒变狗狗眼，是我干的。我直言不讳，你不如猜猜我是什么时候干的，又是怎么下的毒？我兴致缺缺的解释，做保镖这一行都要不停训练，身上或多或少有一些暗伤，旧伤时不时要吃药。人是你挑的，他又比较仰慕你，你想在他的药里做手脚，再容易不过了。差不多。于明清眼底都是欣赏，他搂住我的腰，早知道跟你玩这么爽，当初我就该替我俩都找一个替罪羊。对了，你怎么换的录像带？我和他早就相识了，曾经交过手，他没赢我，我勾住他的扣子，圆润的脚趾爬上他的西裤，现在也不迟啊。于明清掐住我下巴，深深吻了我。迷醉过后，天色已晚，我踢了踢他，哥哥，我请你看一场烟火。于明清迷迷糊糊，山顶哪来什么烟火？我打了个响指，砰的一声，不一样的烟火燃起，整栋别墅缓慢被火光蔓延。于明清顿时清醒，他着急想逃出去，却被我死死拉住。你早就想杀了我。对呀，我在他耳边轻喃，小猎物，你该不会不知道你也是我的猎物吧？猎物，我都没有报复你，就为了你那可笑的审判吗？于明清怒不可遏，只杀该杀之人，难道你不是该杀之人了吗？动用私刑，草菅人命，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我单手抱住他，我是啊，那你也不要拉我陪葬。No， 我只是完成任务而已。什么？于明清大为震撼，他很聪明，很快想到了一种可能，却立马否认，不敢面对现实。不可能，你不要诓我，怎么不可能？哈哈哈，于少爷，你不会以为一个到处惹事的弟弟有什么利用价值吧？他们沾点误杀的边，你是纯变态。我根本没换录像带，就掺杂在你那张录像带里，是你哥给我的，要不怎么声音都一模一样呢？你杀人的事抖出来，你们家公司还能好吗？倒不如先一步铲除你，还能为你留一点面子。火势蔓延，于明清面如死灰，不再挣扎。我笑了，紧紧和他抱在一起，共同赴死。如有来生，我绝不审判任何人。当一个人高高在上时，就容易飘了，忘了自己没有站在山顶，更不记得蝼蚁也能撼山。于明里视角，
得知别墅无人生还后，我笑出了声。我的傻瓜弟弟也算发挥了他最后一点价值。我按兵不动，坐看事情发酵。警察查到的和吴家的剧本一样，他们4个强迫良家妇女。没想到这次踢到了铁板，唯一的不同就是这块铁板的主人公从一个想要复仇的女孩，变成了一个连环杀手，报复变成了无差别杀戮，最终无人生还。我表面做出伤心的模样，私下却不断打压其他3家的资产。遇到吴家的抵抗，我摆出了吴白的罪证。吴白的哥哥吴俊却误会了。好，非常好，你比我更狠，连亲弟弟的死都不在乎。这次我让步，下次你休想。那就误会吧，我远比他想象的更狠。用了大半年，我终于把另外2家的产业全部吞并。吴家也岌岌可危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我抽空喝茶，站在公司最高层，享受着无敌的寂寞。一杯茶未下肚，警察先来了。于先生，请跟我们回去调查。调查什么？我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但没表现出来，乖乖跟着他们走了。这时候越慌越容易出事。派出所里，警察开门见山：“你和别墅的命案有什么关系？无人生还是不是你布的局？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面上却笑出声：“怎么可能？我弟弟有精神病，你们是知道的。他做出这种事，我也很意外。他的精神病是真是假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你们没在中间做了什么吗？”我强制镇定，那好像是我弟弟的事，与我无关。见我油盐不进，他们直接摆上证据。一本网上连载的小说名字叫《我在别墅玩竞技》，我不明所以。警官耐心解释，里面的情节和别墅的一些痕迹能对得上，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，里面写的就是别墅里发生的事情。不同的是，里面揭露的一切都是你指使江一干的。你撞见他杀人，不但不举报，还替他掩饰。等他慢慢信任你之后，你却开始拿那些事当把柄，逼他接受训练，成为一个合格的杀人工具。我天灵盖一麻，嘴上否认，却忍不住多翻了几页，里面大多写实。江一一向很聪明，经过专业训练后，对那几个人都很了解，也能判断出他们的大概反应。再加上我们都是旁观者，无法还原当时的真相，只要有一些细节对得上，就会觉得和真实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。曹尸算了，我竟然被他算计了。这本书的作者可真有意思，写的跟真的一样，想象力很丰富嘛。我顿了顿，故意说道：“就是想出名，想疯了吧？我记得某部电视剧也有一样的情节。你别急着往他身上泼脏水，毕竟艺术来源于现实。”警官语气严肃：“我们查过了，作者就是江依依，真的有那么巧吗？”我死活不认，但我太低估警方，也太低估江依依了。他在那栋别墅里留了不少证据，还给警察留了提示，让他们找到了我和江依依的联系，以及我通过境外方式给他打的钱，包括他在我身边时收集到的我的犯罪证据。该死，他怎么会有那些？我再怎么狡辩证据也确凿，只能认了，顺便把吴俊拖下水要死，一起死。后来我在监狱收到了江十一的一封信，听说和罪证放在一起，也算他的遗言，上面只有2句话：“我的猎物，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你和你弟一样，都死于傲慢。”我仿佛能看到他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模样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他一个下三滥的女人，竟然敢把我当作猎物，他怎么敢的？而后我盯着铁栏杆，又自嘲一笑。他说的没错，也做到了。我们都死于傲慢，以为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，以为他不过是个蝼蚁，任我们掌控，终究是错了。2年后我死了，弥留之际，我还在想，如果没有江依依，事情会不会不一样？疼痛袭来，我莫名得到了答案：不会的。当我们打破规则，藐视法律的时候，我们也无意中成了砧板上的鱼肉，终究逃不过应有的惩罚。